乌克兰击落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不仅媒体是在猜测，连乌军自己都说不清。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这两天呢，看到一个新闻，而且在网上这个新闻已经传得铺天盖地了，说西方给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导弹拦截了一枚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然后有人就问了，这是不是打破了高超音速导弹无法被拦截的神话？还有人说，看来高超音速导弹又需要重新被定义。我觉得如果真有这事儿呢，倒也不是说爱国者有多神奇，也许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末端就是在俯冲过程中弹道平直没有变化，而且发动机也关机了嘛，是越飞到低空阻力就越大，然后呢就已经是大幅度减速了，可能最后的末段状态已经不在高超音速飞行状态了。其实如果目标的飞行速度低于6马赫，咱们出口的红旗9也存在 50% 以上的拦截概率。当然这也是猜一猜啊，新闻信息本身还需要核实。这个新闻来源呢是来自乌克兰的一家名为防务快报的网站，他们说在5月4号晚上，乌军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这个网站还表示说有图有真相，他们就出示了一个消息来源给他们提供的照片，说这个照片呢就是拍了落在基辅一个体育场上的导弹残骸。环球时报报道了，说乌克兰的空军司令部的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对乌克兰电视台说，是的，我们确实有反弹道导弹武器，但是呢没有人知道爱国者是否可以对抗弹道导弹，现在是的，他可以。这个伊格纳特还说，我们有这样的武器真是太好了，不幸的是这种武器不多。央视新闻客户端上也报道说，乌空军表示，此前军方决定暂不公布爱国者系统击落匕首导弹的信息，是因为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我现在没法判断这件事是真是假，因为各种官方消息就在互相打架，严重冲突，各路媒体转发报道的时候呢，更是妙趣横生。比如咱们国内有军事专家说，残骸上有爱国者导弹动能战斗部撞击的痕迹，而不像是被其他防空导弹的高爆破片战斗部击中的。因为如果是后者的话，整流罩上会有更多被破片击伤的痕迹，弹孔也不会这么大。听上去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分析，不过我想这个专家可能没搞明白，爱国者3才是使用了动能战斗部，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2恰好是专家说到的其他防空导弹，用的就是高爆破片战斗部。另外呢，针对残骸照片，国内有些比专家要专业一些的媒体还是从所谓的整流罩提出了质疑。因为呢，一般真正的高超音速导弹整流罩呢是采用石英纤维增强石英陶瓷复合材料，而且呢根据导弹的制导体制呢，还要能够透过雷达波或者给光学镜头留个窗口，因此这些材料不仅要耐高温，而且还要轻。前一段时间呢，有人传说那个匕首导弹打到地下150米指挥部，端掉北约指挥所，干掉几百个人，这种传闻都跟前几年传播甚广的所谓上帝之仗一样，都是骗流量骗银子的。对整流罩照片有怀疑的那些媒体呢，也就是通过材料这个因素，因为觉得照片里边那个整流罩太厚，而且从破损位置来看似乎不太符合应有的材料特征，有人觉得这更像是水泥的。而且怎么这么大一个弹头高速砸在草坪上，只留下了10几厘米深的弹坑呢？不是说好了150米深吗？所以呢，我今天还忍不住查了一下，乌克兰国防部的推文倒是说击落了高超音速目标，但是真正的那个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发言尤里伊格纳特5月5号的发言原文恰好说的是反驳了防务快报的观点。他的原话是，我已经否认了上千次，你们昨天就应该看见。说俄罗斯有可能使用了匕首这种导弹，但是乌克兰没有发现这种导弹的飞行弹道轨迹，换言之，发现都没有，更谈不上拦截。所以呢，现在有些媒体的猜测不一定靠谱，专家的分析也不一定专业，这2年呢都是常事儿。但是乌克兰官方的正式观点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版本？这才是最有趣的。所以这1年多来，我最佩服的还是各种平行宇宙的故事。